听着千仞雪的呼唤，眼中尽是满足和慈祥。比比东缓缓抬起手，似乎想要摸摸千仞雪的头，可他的手只抬到一半，就滑落了。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比比东，武魂殿教皇，武魂帝国创始者，第一任女皇，卒于嘉陵关前。唐三缓缓转过身，他怎么也没想到，最后的结果竟然会是这样。他拉着小五的手，将她带到身前，再紧紧地将她搂入怀中。尽管他和小五之间经历过种种波折，也经历过无数苦难，但最终他们可以在一起。和大师比比东比起来，他们已经足够幸运。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是的，老师，一切都结束了。老师给了帝国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谢字实在太无力，则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说帝国是老师的，你的话今后就是对帝国的命令，自雪崩之下无不遵从。雪崩，一切都结束了，也该是我功成身退的时候了。我从来都不愿意参与战争，唐三所做一切也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伙伴和亲人。唐三只是希望你走好今后的路。老师，武魂帝国不许再劳烦老师，弟子一定会处理好。雪崩，答应我4件事。老师您说，只要弟子能做到的，无不遵从。第一，在彻底剿灭武魂帝国的过程中，不能滥杀无辜。是，弟子一定会约束帝国将士，绝不滥杀无辜，凡投降者一律不杀。第二，10年之内不要向星罗帝国发动战争。此次大战已是劳民伤财，没有平民会渴望战争，休养生息吧。雪崩愣了一下，略微犹豫片刻，但还是点了点头。好，弟子答应老师，10年之内绝不向星罗帝国发动任何战争。我想星罗帝国也一定不会向天斗帝国发动进攻的。那是当然，有老师在，谁敢轻言犯我天斗？雪崩，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第3件事。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干涉帝国任何的事，所有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努力。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再是蓝浩王，不再是帝释。老师，你不要弟子了吗？虽然我不再是帝释，但我永远都是你的老师。我以有你这样的弟子为荣，但是我已经传承神器，神是不应该干涉人类之事的。现在没有了罗刹神和天使之神的威胁，我应该功成身退。不过你放心，我在这个世界还会逗留很长时间。如果再有神级强者威胁到天斗帝国，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最后一件事，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唐家军解散，所有诸葛神弩收回，交给他们以进行销毁。他们以宗门形式存在，不再参与帝国战争，也不再为任何人生产暗器。暗器在战争之中过于霸道，有伤天和，希望你能理解。谨遵老师叮嘱。没有一点可惜。当然可惜，但老师说的话就是神的旨意。在雪崩心中，老师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唐门是老师一手创建，他的归属更该由老师来决定。很好，雪崩，你没有让我失望。老师，弟子答应了您4件事，老师能不能也答应弟子一事？弟子只求老师这一事。什么事？你说。老师，
弟子希望能够成为您的主婚人，为您和师母在天斗城主持婚礼。这是弟子唯一能送给您和师母的礼物。好，我就答应你这最后一件事。不过，不仅仅是我和小五，还有小傲和蓉蓉、胖子和香香。至于戴老大和竹青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成婚，就看他们了。故所愿也，弟子一定会尽快荡平武魂帝国，为老师和师母，为众位师叔伯，举行一场全大陆最为盛大的婚礼。虚幻的空间，周围所有的一切竟是那充满迷离的色彩。一蓝一红两道身影静静地漂浮在那里，在他们面前，一个巨大的圆圈中正呈现着嘉陵关前的一切。这两道身影正是神界的海神和修罗神。哎呀，修罗，你说咱们哥俩这样算不算是做了弊了啊？你可是咱们神界的执法者，你这是知法犯法呀你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知法犯法？这还没有啊？还不够明显吗？啊！你借助小五那姑娘的身体做嫁衣，还在唐三海神传承的时候，将你的修罗神力隐藏在他的第二武魂里边。这只是我为了我的传承提供的一些便利而已。就像你在唐三进行海神传承时本体出现在他面前一样，和你的行为比起来，我这又算什么呀？我又没有帮助他进行传承，没你那么老不要脸。我呸！那小五体内的修罗神力自行发动，你又怎么解释啊？唐三的复活，你又怎么解释啊？啊！如果不是你说动了食神和九彩神女，他们怎么会在那两个传承人使用武魂融合技的时候下界去施展神级的复活之光啊？虽然这是受到了他们传承人的呼唤，但他们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啊。我这最多算是合理利用规则而已。那小五身上释放出的修罗神力呢？如果没有你的修罗神力护住那议事大厅，那个罗刹神的传承人会发现不了唐三复活了。那个时候他主动攻击唐三一样完蛋。我怎么听上去你希望唐三死啊？我只是不甘心啊！原本我好好的传承人，现在要分你一半。他身上写着你的名字吗？谁证明他就是你的？而且本座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违背规则，我最多只是引动了一下修罗神力而已，而且是用在我的传承人身上，这是规则允许的。身为神界执法者，本座绝不会自己违背规矩。哎呀，好啊！我说不过你，我还不知道你的想法。你还不是希望以后唐三能够在来到神界之后，接替你的执法位置，你好休息、偷懒、休年假，是不是？彼此。天斗帝国西南部，法斯诺行省。圣魂村只不过是法斯诺行省诺丁城城南一个只有300余户的小村而已。之所以名为圣魂，是因为传说中在100年前这里走出了一位魂圣级别的魂师，这也是圣魂村永远的骄傲。今天圣魂村突然变得忙碌起来，村头那雕刻有圣魂2字的石碑被换了，圣魂2字被神魂代替了。老杰克村长，为什么咱们村子要改名啊？因为咱们村子出了一位神。